亲和力，如何让人喜欢你是由奥利维亚·福克斯卡布尔 Olivia Fox Cabane 撰写的一本书，旨在探讨如何培养个人魅力，让人们更容易喜欢你。这本书的核心思想集中在如何增强亲和力和吸引力，从而更好地影响他人和建立更强的人际关系。以下是书中的一些主要重点。亲和力的3个要素。书中提出了3个构成亲和力的要素，即信心、关注和能量。作者强调了这些要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我们在他人眼中的吸引力。身体语言，书中详细探讨了身体语言对亲和力的影响。作者介绍了一些姿势、眼神接触和手势等方面的技巧，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传递自信和吸引力。声音的力量，书中还讨论了声音如何影响人们对我们的印象。语调、音量和说话的节奏等方面的技巧被视为增强亲和力的关键要素。自我认知和情绪管理，作者强调了了解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并学会有效地管理它们的重要性。通过掌握情绪，人们可以更好地处理社交情境，并避免负面情绪影响自己的亲和力。共情和倾听技巧，书中探讨了如何通过倾听他人并表现出真正的兴趣来建立更深入的关系。共情被认为是建立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关键。批判性自我评价，作者提到了消除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的重要性。过度的自我怀疑可能会影响自信和吸引力。实践和反馈，书中建议读者通过实践来发展亲和力，同时也强调了接受反馈的价值，以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交技巧。虚拟亲和力，书中还提到了如何在线和虚拟社交环境中建立亲和力的方法。虚拟社交的规则和技巧也得到了详细的探讨。总的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的技巧和策略，帮助读者增强亲和力、吸引力和社交技巧，从而更好地与他人建立联系，提高个人和职业生活中的成功。通过深入理解这些重点，读者可以更好地掌握个人磁性的艺术和科学。请注意，书中的具体内容和技巧可能会更加详细和复杂，因此建议阅读原书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和指导。亲和力，如何让人喜欢你中提到的亲和力的3个要素是信心、关注和能量。这3个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在社交互动中吸引他人的能力。信心 confidence， 信心是亲和力的关键要素之一。具备信心意味着你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强烈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会自然地吸引他人。信心不是傲慢或自大，而是一种内在的坚定感，让你感觉良好并表现得坚定自信。信心可以通过自我肯定、积极的自我对话和成功经验来培养。关注 presence， 关注是指在与他人互动时全神贯注，专注于对方的能力。当你能够真正倾听和理解他人，展现出对他们的关心和尊重，他们会感受到你的关注，从而建立更深入的连接。关注还包括与他人建立眼神接触，积极参与对话及展现出真正的兴趣。能量 power， 能量是指你散发出来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积极、活力和乐观的情绪状态会吸引人，而消极、抑郁或疲惫的情绪状态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通过维持积极的情感和情绪状态，你可以增强你的吸引力。能量还涉及到自我管理，即学会在不同情境下控制情绪，以确保你的能量是积极的。
这3个要素通常是相互关联的。例如，信心可以增强关注，因为当你对自己充满信心时，更容易专注于他人而不受自我怀疑的困扰。同样，关注他人也可以提高你的能量，因为与他人建立深入的情感联系可以提供积极的情感支持。通过理解和发展这3个要素，你可以提高自己的亲和力，更好地吸引他人，建立更强的人际关系，并在社交和职业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些要素不仅在社交互动中有用，还在各个方面的人际关系中都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亲和力，如何让人喜欢你中，身体语言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于增强个人魅力和吸引力至关重要。以下是有关身体语言的详细描述。姿势 posture， 姿势是身体语言的基础之一，维持一个自信的姿势非常重要。站立时，保持挺胸抬头，不要弯腰或低头。坐下时，坐得直挺，避免猫背或弯腰。这种姿势传递出自信和权威感，有助于吸引他人。眼神接触 eye contact， 眼神接触是建立联系和信任的关键。当你与他人交流时，通过眼神接触表明你在关注和尊重对方，避免盯着地板或其他地方，而要与对方建立适度的眼神接触，但也不要让对方感到不适。手势 gestures， 手势可以帮助你更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自然的手势可以增强你的表达力，但要避免过多或过于夸张的手势，以免让人觉得分散注意力或不自信。微笑 smiling， 微笑是一种强大的积极身体语言。当你微笑时，传递出友好、开放和亲切的信号，这有助于打破冷漠和疏离感，使人们更愿意与你互动。触摸 touch， 适度的触摸可以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密感。一个友好的握手、拥抱或轻拍肩膀可以传递亲近感和信任。然而，要确保触摸是合适的，避免让人感到不悦或不舒服。身体方向 body orientation， 你的身体朝向对话的对象也很重要。面向他人表明你对他们的兴趣，而背对他们可能让人感到被忽视或不受欢迎。姿态一致性 congruence， 身体语言应与你的言语和情感一致。如果你的言辞和情感与身体语言不一致，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或怀疑你的真诚性。因此，要确保你的身体语言与你的内心感受一致。镜像和模仿 mirroring and matching， 与他人建立更深入的联系时，模仿对方的身体语言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这种镜像和模仿可以让对方感到更加舒适，因为他们感到你与他们有共鸣和相似之处。身体语言是一种强大的非言语沟通方式，可以用来增强亲和力，建立信任和吸引他人。通过细心观察和调整你的身体语言，你可以更好地影响他人，提高你在社交场合中的吸引力。在亲和力，如何让人喜欢你中，声音的力量是一个关键概念，对于增强个人魅力和吸引力至关重要。以下是有关声音的力量的详细描述。语调 tone， 你的语调是你说话的音调和情感的体现。一个愉快、自信和积极的语调可以让你听起来更具吸引力，避免单调或沉闷的语调，因为它们可能让人感到无聊或不感兴趣。要尝试在说话时变化语调，以增加表达力。音量 volume， 说话的音量很重要，
过于低沉的音量可能让人难以听清你的话语，而过于高亢的音量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要注意在不同情境下调整音量，以确保你的声音清晰可听而不引人注目。语速 pace， 语速是指你说话的速度，太快的语速可能让人感到紧张或焦虑，而太慢的语速可能显得无聊或懒散。要尽量与对话伙伴的语速保持一致，这有助于建立更好的交流。停顿 pauses， 适当的停顿可以增强你的表达力，它们可以用来强调重要信息，让听众反思或让你思考下一步要说什么。停顿也可以让你的语言更加清晰和有条理。语言的清晰度 clarity， 确保你说话清晰，不含糊。清晰度可以通过发音、语言选择和语法来实现。模糊的发音或不规范的语法可能会降低你的表达力。情感表达 emotional expression， 声音可以传递出你的情感状态。当你说话时，你的声音会反映出你的情感，因此要确保你的声音与你所要传达的情感一致。例如，如果你要表达感激或兴奋，你的声音应该充满热情和感情。声音的音调 pitch， 你的声音音调也可以影响你的吸引力。有些人的声音音调可能更加愉快和吸引人，而其他人的声音可能较为平庸。尽管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声音，但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声音的吸引力。声音的力量在社交互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它可以影响人们对你的印象和与你的互动方式。通过练习和调整声音的各个方面，你可以提高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吸引力，增强与他人的连接，并更好地影响他人。在亲和力，如何让人喜欢你中，自我认知和情绪管理被认为是建立亲和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自我认知 self-awareness， 自我认知是了解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动机的能力，它是亲和力的关键要素。因为只有当你了解自己时，才能更好地与他人互动。通过自我认知，你可以识别自己的情感、弱点、优点和价值观，这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自己在社交互动中的表现，并做出改进。情绪管理 emotional management， 情绪管理涉及到识别、理解和有效地处理自己的情绪。情绪可以在社交互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能够控制和管理情绪对于建立亲和力至关重要。这包括处理负面情绪，如焦虑、愤怒或不安，以及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如喜悦、兴奋和同情。情绪智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 情绪智商是一种能力，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感，以及理解和与他人建立深入的情感联系。高 EQ 的人更容易建立亲和力，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以及如何在社交互动中对待他人的情感。自我反思 self-reflection， 自我反思是指定期反思自己的社交互动和行为。通过反思，你可以识别自己在社交互动中的强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有助于你不断学习和成长，以提高自己在社交场合中的吸引力。情感稳定性 emotional stability， 情感稳定性是指你在面对压力、挫折和冲突时的情感稳定程度。当你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的时候，更容易在社交互动中表现出自信和吸引力。
情感稳定性可以通过情绪管理技巧和自我调节来培养。自我接受 self-acceptance， 自我接受是指接受自己的弱点和不完美之处，并以积极和宽容的方式对待自己。当你能够接受自己时，你会更自信，这将在社交互动中体现出来。避免过度自我批评和自我怀疑，这有助于提高你的亲和力。自我认知和情绪管理是发展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关键要素，因为它们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从而更好地与他人建立深入的关系和连接。通过培养这些能力，你可以提高在社交互动中的表现，增强吸引力，建立更强的人际关系。在亲和力如何让人喜欢你中，共情和倾听技巧被认为是建立亲和力和吸引力的重要要素。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共情 empathy， 共情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情感的能力，它不仅涉及到认识他人的情感状态，还包括对这些情感产生共鸣。共情能够增强你与他人的情感联系，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理解和关心。要发展共情能力，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用开放性问题询问他人的感受和想法，努力倾听并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情感，表达同情和支持，而不是立即提出解决方案。积极倾听 active listening， 积极倾听是一种专注于对话伙伴的技巧，以确保他们感到听取和尊重。积极倾听包括以下方面：用眼神接触和非言语信号表明你在关注，避免中断或打断对话伙伴，尊重他们的发言权，听取他人的言辞，并提出反馈，以表明你在倾听。反馈 feedback， 给予有效的反馈是建立亲和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提供有关对方言辞和情感的反馈，你可以表明你在关注并理解他们。合适的反馈可以是肯定性的、支持性的，也可以是提出建议或观点的。确保反馈是真诚和有益的。体验他人的角度 perspective taking， 试着看事情从他人的角度，这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感受和需求。当你能够体验他人的角度时，你更容易与他们建立联系，并更好地回应他们的情感。主动提供支持 offering support， 当他人面临挑战或困难时，主动提供支持可以加强你的亲和力。这可以是情感支持、实际帮助，或只是提供一个聆听的耳朵。展现出你愿意帮助他人，可以建立深入的关系。避免评判 avoiding judgment， 在共情和倾听中，避免过于评判他人是很重要的。尽量保持开放和无偏见的态度，不要过早下结论或对他人的情感和经历做出负面评价。共情和倾听技巧有助于你更好地与他人建立深入的情感联系，增强你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这些技巧不仅可以在个人生活中应用，还可以在职业领域中帮助你建立更强的人际关系，提高沟通效果，从而更成功地与他人合作。在亲和力如何让人喜欢你中，批判性自我评价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它涉及到如何处理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以增强个人魅力和吸引力。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 self-doubt and self-criticism。 自我怀疑是对自己的能力、价值和魅力产生怀疑的倾向，而自我批评是对自己的行为和表现进行严格评价和批判的倾向。这些情感和思维模式可能会影响你的自信和亲和力。批判性自我评价
Critical self-assessment。批判性自我评价是一种健康的自我反思过程，它鼓励你审视自己的行为和表现，但不是以自我怀疑或自我批评的方式。这包括客观观察自己，尝试以客观的眼光观察自己的行为和表现，而不是过于主观地贬低自己。了解改进的机会，将自我评价用于了解自己可以改进的领域，而不是用于贬低自己。看到自己的弱点作为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失败。寻找解决方案，如果你发现了需要改进的地方，设法找到解决方案和行动计划来加以改进，而不是陷入自责或消极情绪中。自尊和自信，批判性自我评价的健康形式可以增强自尊和自信。当你以积极的方式审视自己，并采取措施来改进，你会更加自信，这将影响你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自我接受 self-acceptance。 自我接受是批判性自我评价的一个关键方面，这意味着你不仅要看到自己的弱点，还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自我接受可以帮助你减轻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的负面影响，建立积极的内部对话 positive self-talk。 批判性自我评价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建立积极的内部对话，避免用贬低、严厉或否定性的语言对待自己，而是采用鼓励和支持的语言来与自己对话。寻求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应对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寻求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帮助可能是明智之举。他们可以提供指导和策略，帮助你处理这些情感和思维模式。批判性自我评价是一项重要的技能，可以帮助你建立更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它不仅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自己，还可以帮助你发现自己的潜力并加以发挥。通过将批判性自我评价用于自我增进而非自我毁灭，你可以提高在社交互动中的表现，增强自信，吸引他人的注意。在亲和力，如何让人喜欢你中，实践和反馈是培养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关键要素。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实践 practice。 实践是发展亲和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只有通过实际的社交互动，你才能够应用和改进你学到的技能。实践可以包括主动参与社交活动和对话，与不同类型的人建立联系，练习积极的身体语言、声音和表达技巧，尝试共情和倾听技巧，以更好地理解和支持他人。反馈 feedback。 反馈是指从他人或自己获取关于你社交互动的信息。反馈可以帮助你识别自己的强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有效地处理反馈是很重要的。接受反馈，对反馈持开放的态度，不要视之为批评或攻击，而是作为改进的机会。主动寻求反馈，主动向他人寻求反馈，以了解他们对你的社交表现的看法。自我反思，自己也可以反思自己的社交互动，从中提取有益的信息，调整和改进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通过反馈和实践，你可以调整和改进你的社交技巧和表现。这可能包括调整你的身体语言，改善声音的表现，更好地处理情感，以及提高共情和倾听技巧等等。建立信心和经验 building confidence and experience。 实践和反馈可以帮助你建立信心。随着你积累更多的社交经验，并看到自己的进步，你的自信会增强。信心是吸引力和亲和力的关键要素之一。适应不同情境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contexts。
通过实践和反馈，你可以学会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中适应自己的行为和表现，这包括与不同性格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适应能力。不断学习 continuous learning， 亲和力和吸引力是可以不断改进和加强的，因此要保持对社交技巧和人际互动的持续学习态度。阅读相关书籍，参加培训和与有经验的人交流都是学习的途径。实践和反馈是发展亲和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手段。通过积极的参与社交互动，接受反馈，不断调整和改进，你可以提高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吸引他人的注意，并建立更强的连接。这需要时间和努力，但对于个人和职业生活的成功来说是非常值得的。亲和力，如何让人喜欢你中的虚拟亲和力指的是在虚拟世界或在线交流中建立和维护吸引力和亲和力的能力。随着社交媒体、视频会议和远程工作的普及，虚拟亲和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在线形象 online image， 虚拟亲和力开始于你在互联网上的在线形象，这包括你在社交媒体、专业网络和其他在线平台上的个人资料、照片和帖子。要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亲和力，你需要维护一个积极、专业和吸引人的在线形象。在线交流 virtual communication， 在虚拟亲和力方面，有效的在线交流是关键，这包括书写清晰、有条理和易于理解的电子邮件、信息和帖子，以及在视频会议和在线会话中展现积极的声音和身体语言。社交媒体管理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社交媒体是建立虚拟亲和力的重要工具。要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他人，你需要定期更新内容，与关注者互动并分享有趣和有价值的信息。此外，要避免争论和冲突，保持礼貌和尊重。虚拟共情 virtual empathy， 虚拟共情是在线交流中理解和共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尽管虚拟交流可能没有面对面交流那么直接，但你仍然可以通过问候、表示同情和支持等方式展现虚拟共情。在线聆听技巧 virtual listening skills， 虚拟亲和力还包括在线聆听技巧，这意味着你需要在虚拟环境中积极参与对话，用文字或声音来表达关注和倾听，这有助于建立深入的连接。虚拟会议技巧 virtual meeting skills， 在虚拟会议中，有效的技巧包括准时参加会议，使用适当的技术工具，分享屏幕以展示内容，提出问题和回应他人的意见，这有助于你在虚拟工作环境中展现亲和力。建立在线社交圈 building online networks， 在虚拟亲和力中，建立在线社交圈非常重要，这包括连接和互动与你有共同兴趣或专业领域的人，以及参加在线社交活动和活动。维护安全性和隐私 maintaining security and privacy， 在虚拟世界中，维护安全性和隐私同样重要，确保你的在线信息和通信是安全的，并采取措施来保护个人隐私。虚拟亲和力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交互动发生在线环境中。通过注意自己的在线形象，积极参与虚拟交流，展现共情和聆听技巧，以及建立在线社交圈，你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建立吸引力和亲和力，从而更好地与他人互动和合作。